嘿，欢迎来到我们这次的深度解析。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一个很多人都好奇的问题：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在 Roblox 上成为一个成功的开发者？这趟旅程啊，可以说是有挑战，也有保障。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喽！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个数字，一个会让你吓一跳的数字：1亿1200万。这是什么？这是 Roblox 每天的活跃用户数。你没听错，是每天哦。这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游戏平台了，它根本就是一个超级庞大的潜在市场，一个等着你去开拓的数位新世界。那驱动这个事件运转的动力是什么？来看看这个数字，3亿1600万美金，这只是 Roblox 在2025年其中一个季度付给创作者们的总金额。你看，这场游戏的赌注真的很高，但相对的回报也可能非常惊人。想要成功，每个开发者都必须踏上一段旅程。我们把这趟旅程分成6个阶段。首先是了解 Roblox 淘金热的现况，接着我们要打造你的开发者工具组。然后呢，你会遇到2大挑战，分别是屠杀资料遗失恶龙和对抗延迟怪物。搞定了技术问题后，最关键的就是要赢得观众的心。最后就是你的冒险真正开始的时刻。第一站 Roblox 淘金热。这就是你的冒险召唤，你必须了解，这里不只是一个玩游戏的地方，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娱乐生态圈，是 Z 世代跟 Alpha 世代他们社交、创作还有玩乐的主要场所。千万别被它的外表给骗了。Roblox 表面上看起来，很像手机游戏，但它的核心运作模式其实更接近一个社群平台。这里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迷因、自己的流行，用户的粘着度高到不可思议。所以想在这里成功，你得先抛开那套传统的游戏开发思维。OK， 来到第2站，你的开发者工具组。我们要来为这趟冒险准备好你的武器。在 Roblox 上开发，有几样基本工具是你一定要掌握的，也就是各种不同的脚本跟程式逻辑。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分清楚这2个东西。Server Script 伺服器脚本，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整个游戏的大脑，它在伺服器上跑，处理核心规则跟所有玩家的数据，确保游戏是公平的。那 Local Script本地脚本呢？它就是在你的萤幕上运作的，专门处理你个人的互动啊、UI 反应啊，还有那些酷炫的视觉特效。简单说，一个管全局，一个管你个人的体验。那问题来了，如果有些功能伺服器跟本地端都需要用，那怎么办？这时候就轮到 Module Scripts， 也就是模组脚本出场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共用的工具箱。里面放满了可以重复使用的程式码，不管是伺服器还是本地脚本，都可以来这里拿工具用，这样就不用一直写重复的东西，让你的专案更干净、更有效率，对吧？在游戏里，很多事情都是要不断重复的，比方说角色每秒钟自动回血，或是每分钟生出一波新的敌人，这时候就需要用到回圈。在 Roblox 里面，主要就是 while、repeat 跟 for 这3种回圈，它们可以说是让你的游戏世界自动运作起来的关键引擎。好，第3站，屠杀资料遗失恶龙，这是你的第一个巨大考验。当你学会了基本功，也做出了一点东西，这时候你就要面对几乎所有开发者都会遇到的噩梦了。你觉得一个开发者最害怕的噩梦是什么？不是 bug， 也不是玩家的负评，而是玩家辛辛苦苦打到的装备、练的等级，在一瞬间全部不见了。你看看这些开发者论坛上的标题，光看就觉得很痛苦。我真的受够资料遗失了，好担心玩家的资料会不见，资料存不进去，我的存档昨天晚上被洗掉了。这头叫做资料遗失的恶龙，每天都在吞噬玩家的心血，还有开发者的心力。这个问题真的超级普遍，而且超级致命。不过呢，有恶龙，通常就会有英雄出现。这句话是 Data Store 2的创作者说的。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收到任何一宗资料遗失的回报。哇，这听起来是不是就像屠龙传说一样？所以 Data Store 2这把屠龙神剑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它很聪明，它是一个模组，利用资料快取，还有在储存前先做验证的机制，来好好保护玩家的资料。
就算 Roblox 的伺服器突然不稳，它也能确保资料是安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那种有上亿次游玩次数的顶级游戏都选择相信它。好了，屠完龙了，我们来到第4站，对抗延迟怪物。这是你的第2个考验，你保护了玩家的资料，很好。但如果你的游戏卡到不行，根本没人想玩，那前面做的努力不就全都白费了吗？你看这张图，它完美的展示了一个核心的优化技巧。左边是不好的做法，想象一下，你的血量、体力、经验值，只要一有变动，你就跟伺服器大喊一次，这样来来回回，网络当然会塞车嘛。聪明的做法是像右边这样，把这些要更新的资料全部打包在一起，变成一个包裹，一次寄过去。这就是批次处理，它可以大幅减轻网络的负担，让游戏玩起来顺畅很多。所以记住几个关键诀窍，把很多个请求打包成一个，只传送你真正需要的资料，不要传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把数字做个四舍五入，减少传输量。这些看起来都是小地方，但全部加起来就能有效地打败延时这个大怪物。来到我们的第5站，赢得观众的心。好，你现在技术上已经是屠龙打怪的高手了，但真正的终极挑战是去了解你到底在为谁做游戏，以及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数据是最诚实的。我们可以看到，在 Roblox 上面最受欢迎的5大游戏类型分别是角色扮演跟虚拟化身模拟、模拟游戏、平台跳跃、生存游戏，还有动作游戏。这张图表就清清楚楚地告诉你，玩家们每天都把时间花在哪些地方。但更有趣的是这个趋势 ，Roblox 的玩家群体正在快速地长大。13岁以上的玩家年增长率高达 54%， 这可是13岁以下玩家的2倍还多。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市场对于更复杂、更有深度的游戏内容需求正在快速增加。综合以上所有资讯，想在 Roblox 上成功，关键就在这3点。第一，你对平台文化的了解比你游戏画面有多漂亮还重要。第二，快速的推出更新，快速的修正，远比花好几年做一个大作来的有效。第三，抢占市场的速度又比你一开始的内容有多丰富更具优势。你要记得 ，Roblox 玩起来更像 TikTok， 而不是传统的游戏主机。最后，我们来到第6站，你的冒险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整趟旅程。所以你看，所谓的成功，真的不只是会写程式而已，它是关于你如何去屠杀资料遗失的恶龙，如何去对抗延迟的怪物，然后最重要的是，深刻的去理解你正在为之打造游戏的那个世界。技术是你的剑，而市场洞察力就是你的地图。现在工具你有了，地图也交给你了，那剩下的问题就是，你打算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